这老头的安全意识比少女还强，出个门要开5把锁，因为他是一生要强的钉子户。开发商在他门前施工，搞得灰土暴尘，他一言不合就拿喇叭祝福他们，愿早日被税务局盯上。这不，工人倒车又撞坏老头的油箱，咱就是说这还能忍？老头小碎步跑过去，一拐杖就给工人撂那儿了。这下完了，闯祸了。没多久，警察就来了。老头被开发商告上法庭，钉子户是当不成了，还即将被官方强制送进养老院。可是拿行李时，他突然看见角落一个挤满灰尘的本子，他这才想起，他和老伴年轻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环游世界，还约定记录下美好瞬间，把本子填满。可生活中不停出现的琐事，令他们一次都没能出去过。如今老伴离世，木屋里承载了他们所有的回忆，他哪里舍得搬？于是老头下定决心，干他一票大的。第二天，养老院的护工准时过来接他，老头假装说跟房子道个别，让他们去车上等。可护工刚一走开，一大片阴影突然袭过来，两人惊讶地转身。漫天的氢气球被绑在烟囱上，紧接着木屋的底座开始颤抖，水管断裂，电线崩坏，木屋和地基分离，拔地而起，被气球大队带着移动，撞倒50横光后直接飘上了天空。老头在窗前得意的大喊。木屋经过孩子的窗前，飘过全是行人的马路，飞到现代化大楼的屋顶，撞倒开发商的避雷针后飞离了城市。老头摆好指南针，将床单挂在窗外充当风帆，查看了一下壁炉中绑的气球绳子，调整方向，朝着热带雨林进发。拜托，带着房子去旅行超酷的好吧？可是突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这美好。咋的？我都上天了还有人打扰，这不科学。结果敲门声更大了，老头趴在门眼看了看，没有人呐。谁知他一开门，门廊上竟然扒着一个色斗的小胖。他请求先进屋，却被古怪老头无情关门。好在最后还是开了，吓坏的小胖赶紧跑进屋。原来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找老头，他要做好事帮助老人，这样才能集齐探险者勋章。但老头嫌小胖聒噪，一次机会都没给。今天小胖刚要敲门，房子就飞了。小胖看到老头的飞行装备，简直兴奋的不行。老头气得直接把小胖吊在床单上，想找个近点的楼顶给他顺下去，谁知手一松，小胖直接掉下去，摔成了肉饼。算了，这招行不通。老头决定切掉一些气球降落，将小胖送下去。可小胖依旧兴奋的喋喋不休。老头嫌烦，就把助听器给关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小胖突然着急的大喊起来，但老头却完全听不到。直到一声炸雷响起，壁炉里的绳子不停颤抖，通风口吹进来结冰的寒气。一声炸雷响起，老头这才发现大事不妙，前方出现一片积雨云，一道道闪电劈在氢气球房子前。老头赶紧调整方向，想要逃离云层，无奈雷暴太大，房子在风雨中飘摇不定，家里的摆设很快掉了一地，这可都是他的宝贝。急得老头不知道先救哪个好。再醒来时，天空已经恢复了平静。根据小胖的 GPS 定位，他们发现已经到了热带雨林，离老头的目的地很近了。老头搁气球准备降落，谁知下面全是迷雾，房子撞到悬崖上，一把将两人甩了下去。老头迈着碎步追房子，还好小胖及时用体重压阵，终于在悬崖边刹住了房子。刚稳住，一阵大风就吹散迷雾，老头要去的天堂瀑布就在眼前。他和老伴年轻时就梦想在瀑布顶上建一座房子，可气球太少，他们飞不起来了。小胖还胖的爬不上去，他们只能选择把绳子绑在身上走路过去。小胖累得很快罢工，非要去给大自然上点肥。可刚钻进树丛，就发现了动物脚印。他顺着脚印找过去，想要拿巧克力诱出小动物。头一次见这么大只的玉鸟，老头吓得跳起来，但玉鸟很和善，没攻击他们，只是好奇的吃掉了老头的拐杖。小胖非常喜欢玉鸟，就用巧克力引诱，让它一路跟着自己。没走多远，他们又听到有人说话，奇怪，这里几乎是无人区呀。结果竟然是一只狗子，原来它的脖子上戴着高科技项圈，能翻译狗语，还能切换不同的语言。他说他的任务是抓捕玉鸟，可玉鸟直接就给他撂那儿了，完全构不成威胁。三个喋喋不休的跟屁虫，老头简直要烦死了。他拆下拐杖上的网球扔出去，又把巧克力扔走，接着就带着房子快速的穿越丛林。本以为终于能将他们甩掉，结果
就在此时，几只凶猛的恶犬突然从悬崖窜出，朝着他们扑过来。他们同样戴着脖套说人话，领头的那个直接大骂黄狗，怪他跟丢了玉鸟。没来得及多想，他们就被大批的狗子包围，被逼到一个山洞外。一个更老的老头就在他们面前。老头看到那人长相，突然惊喜极了。那人竟然是世界著名的冒险家，是他小时候崇拜的偶像。皮老邀请他们去自己的巨大飞艇做客，老头当然乐意。谁知饭桌上，皮老却说起了自己的理想，那就是抓到巨大的玉鸟，将它们做成活化石，接受全世界的崇拜。老头一听，事儿不对呀，他再一回头，发现玉鸟正站在自己的房顶。他决定马上离开这里，不然玉鸟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可皮老早已看出他的慌张，同时发现了玉鸟。老头和小胖绑上房子，快速逃跑，但上百只狗子已经追了过来。玉鸟见状，托起它们飞奔起来。善良的小黄在狗群受欺负，却勇敢推下石头阻拦，帮他们逃跑。玉鸟大长腿一路飞奔，速度极快。可前方突然出现一道悬崖，甩开了追击，玉鸟却被狗子咬伤了。眼看气球越来越少，房子越落越低，老头只能连夜加速前进。一旦房子彻底落地，他就无法达成和老伴的愿望。但他们没有想到，黄狗脖套上也被安了 GPS。老头身上拴了一座房子，拖着他摸黑前进。不料天空出现巨大黑影，是皮老再次追过来，直接用网将玉鸟捕获，还一把将老头的房子点着，气球开始爆炸。趁老头急得拯救房子，皮老命令狗子将玉鸟拉上了飞艇带走，终于扑灭了大火。小胖却伤心极了，他责怪老头放任玉鸟被抓走，但老头更加生气，他满心都是执念，他只想完成和老伴的愿望。于是他撸起袖子，拼命地拖着房子朝天堂瀑布走去。终于到了心心念念的地方，气球也坚持不住，房子落地了。然而老头看着自己达成的愿望，却没有很开心。他看着凌乱的屋子，再次拿起他们的笔记本，可这一次他却发现，原来本子早已经被老伴填满，但里面全是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。直到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环游世界只是年少轻狂的梦，这一生老伴最大的梦想只是和他平安喜乐度过一生而已。这个梦想他们早已经实现。他幡然醒悟，看到小胖扔下的勋章，他应该非常失望吧，孩子的梦想不应该被他熄灭。可他刚跑出屋外，就看见小胖绑着一撮气球飞走，他这是要去解救玉鸟。老头急坏了，想让房子飞起来去追，可气球损耗太多，房子根本起不来。于是他扔掉屋子里所有的家具。老伴离世后，这座木屋就是他所有的念想，但如今他的心里不再空落落，早已被爱填满。屋子空不空无所谓了，房子减轻重量，顺利起飞。老头前所未有的精神饱满。小胖不出意外的被疲劳逮住了，他打开舱门，准备将小胖扔下天空。老头操控房子赶到近前，抡起门口的水管卡住飞艇，抓着拐杖就滑了过去，在小胖即将掉落的前一秒从天而降。他将小胖带回房子，自己则带着黄狗摸进飞艇。他们穿过通风口，避开狗群，终于找到玉鸟的关押处。他拆下拐杖上的网球，扔向走廊，看守的狗群果然全部被吸引过去。皮老拿着宝剑赶到，老头毫不示弱的把拐杖多拧出来一截，两个骨质疏松就战斗起来。最后老头的假牙立下大功，赢得了短暂的胜利。他带着玉鸟爬到飞艇外部，小胖操控房子过来接应，却没想到皮老拿着猎枪追出来，一枪就打爆了大半的气球，房子彻底飞不起来，顺着飞艇的表面坠落。老头一路拉风带闪电追过去，惊险的拉住房子，但皮老却直接踹门进去。老头拿出巧克力大喊玉鸟，果然巧克力是最爱呀！一场惊险的营救终于结束了，房子拽着剩余的气球缓缓掉落，但老头并不觉得悲伤，在80岁高龄体验了一次年少轻狂，这简直太爽了！一老一小开着先进的飞艇回家了，小胖终于得到了梦想的勋章，是老头亲手为他授勋。有小胖和黄狗的陪伴，老头的幸福晚年生活才刚刚开始。环游世界的意义不是积攒美丽的照片，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美景，但唯有正义、善良、勇往无前的冒险精神才是最让人向往的美景。